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掌灯静读。我38岁那年，程翰向我提出了离婚。他很坦荡地说，对我没有爱了，他爱上了公司23岁的实习生。我听后一顿，10几岁的年龄差，程翰可真够不要脸的。其实我没有太难过，只是觉得很失落。我们在一起太久了，从19岁到38。现在在一起是陈浩宇的爸爸妈妈，是父母心中既有孝心又优秀的儿子儿媳，是外人眼中同甘共苦创业成功的模范夫妻。我们像亲人，却再也不像恋人了。我感觉有些悲哀，却毫无办法。我考虑再三，对程翰说，我同意离婚，但你要净身出户，浩宇归我抚养。公司是我们共同创业，我不希望落到外人手里。你和我的股份都签一个捐赠给浩宇的协议，浩宇25岁生日协议生效。浩宇还未成年，你每月要付他抚养费，抚养费你看着给，还有别让他看到你现在的情人，我怕他接受不了。程翰表情有些阴沉，你怎么会想这么周全？是早就想好离婚吗？我笑笑，没有，我人到中年，没有那么多心思玩相爱相杀的把戏。你出轨了，我不能接受，你也要开始新生活。我给自己和儿子争取最大的权益，合情合理。程翰冷笑，如你所愿。我看着紧闭的房门，还是忍不住落泪，说不清是对程翰余情未了，还是因为对这段婚姻的遗憾。我和程翰的离婚手续很快就办完了，程翰对我貌似很多怨气，就像是我对不起他一样。我挥挥手走了，合格的前任就该跟死了一样。虽然我跟程翰利益捆绑较多，但他开始新生活了，我也不会不识趣。程浩宇今年13岁，他比爸爸妈妈都聪明，连跳几级，今年上高1了。我全部的爱都给了儿子，毕竟这孩子可是我冒着生命危险生的。我总觉得我儿子像小说里的高智商男主，又帅又聪明，性格冷漠面瘫脸。亲生的，真想有个小棉袄啊！我还是跟儿子坦白了离婚的事儿。我看儿子常年的面瘫脸出现了惊讶、茫然不知所措、难以置信等情绪。我有些不忍，还是孩子啊。我揉了揉孩子的头，爸爸妈妈之间没有爱情了，所以决定分开。但是爸爸妈妈都很爱你，我们的生活不会有任何变化，你不要想太多。他有些不开心，还是问为什么离婚？别把我当小孩，我都懂的。我有些难以启齿，嘴巴蠕动，就是说不出口，这对孩子太残忍了。陈浩宇板着脸，妈，是不是爸爸有小三了？我有些惊讶，这性格死板的儿子居然知道小三这词。陈浩宇有气无力地说，我初中的时候，班里有个女同学原来成绩很好，后来成绩直线下降，听他朋友说他爸爸的小三闹到家里了，说小三怀孕了，逼他父母离婚。儿子看了我一眼，还是小心翼翼地问我，妈妈，你没事吧？是小三来家里闹了吗？我有些感动，虽然儿子面瘫，但还是知道关心老娘的。我调侃地说，儿子大了，知道关心妈妈了。陈浩宇小脸严肃，既然是爸爸犯错，我以后都不想再见他了，他抛弃了我和妈妈。我连忙说，爸爸还是爱你的，爸爸妈妈是和平分手。人都是会犯错的，但你是他儿子，他养了你13年，你们父子该怎样就怎么样，妈妈不会干涉。我不想因为我们的原因，让儿子这么小就埋下仇恨的种子。儿子这么聪明，未来不可限量。我又想了想跟他说，但是你也不要和那个小三接触，妈妈不是小气，而是插足别人的家庭。当小三这种人，品德败坏，没有道德底线，我怕你被带坏。人可以没钱、没文化，但绝不能没三观。伤害别人的事情，触犯道德法律的事情，我们都不能做。妈妈希望你以后能做正直善良又有责任感的人。陈浩宇点点头，看起来还是有些难过。我有些无力，这个坎他需要自己迈过去。我故作轻松，还有半个月就暑假了，有没有什么想去的地方？陈浩宇想了想说，想去蹦极。这死孩子想要老娘老命，但我还是答应了。离婚后，我发现我的时间变多了，我捡起了以前年轻时未完结的小说继续写，我又报了个瑜伽班，
绘画班。我感觉我的时间多到用不完。2个月后，我和儿子去蹦极，我还是怂了。我一个中年妇女，心脏受不了的，我哭着喊着要下去。看背后有些小年轻在后面嘲笑，我也浑不在意。幸亏儿子心疼我，之后没再玩刺激的游戏，看看风景，看看动物，爬爬山，这才是中年人的生活呀，舒服。期间婆家来电话，让我去帮忙照顾一下小姑子的孩子，说是孩子放假过来玩。我直接说我已经离婚了，你可以给陈汉的现任打。婆家一直看不上我，我家在农村，父母在我上大学时因为洪灾去世。我和陈汉就是那时候在一起的，人在脆弱的时候真的很容易被感动。婆家也就是普通的工人家庭，但他们就是觉得陈汉优秀，我还觉得他配不上我呢。要知道小县城的教育水平一般，但我还是考了省状元，也不知道哪来那么大优越感。大学期间，我开发了一个小视频软件，陈汉觉得有前景，我们就一起创建了现在这个公司。刚开始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也仗着年轻不怕失败，最后还是有了2个富二代入股，经历2年，公司才稳定下来。公司做起来后，我婆家更是盛气凌人，扬言要给陈汉找白富美，可惜陈汉刚毕业就跟我领证了。结婚后，婆家就想搓磨我，总有各种理由找我麻烦，让我不痛快。我心里憋屈，但他们是长辈，也没有太大的理由去撕破脸。现在终于解脱了。陈浩宇问我，妈妈，爸爸刚才给我来电话说联系不上你。我问，你爸有什么事吗？陈浩宇摇摇头。我想了一下，用儿子的手机给他拨了过去。陈汉，你找我有事吗？陈汉有些生气，你拉黑我了。我理所当然地说，不拉黑等着过年吗？陈汉更气了，顾念，你别太过分了，我们是离婚了，但我们中间还有儿子，你还是公司的股东。我呵呵一笑，我知道啊，儿子大了，有事你可以直接找他，我是董事，只拿分红，就算有事，公司里也会有人联系我。陈汉感觉不可思议，他们做了10几年夫妻，认识了20年，离婚了就拉黑，难道以后还不见面了不成？他这么想，也这么问了。我也觉得可笑，你说的对，以后不要见面了。你别说离婚了还可以做朋友这种鬼话，我缺你这个朋友吗？一起生活这么多年，你应该了解我，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婚内出轨，对家庭不负责任的人。陈汉有些气短，是他对不起他，我知道了，对不起，我会跟我家里人说清楚的。你和儿子在外面注意安全。其实我知道陈汉的脑回路，他觉得即使离婚了，我和孩子还是会在原地，他转身就能看见。我们没搬家，没撕破脸，他净身出户。他觉得分得体面，我没有理由跟他老死不相往来。可他错了，我的边界感很强，我可不想原配被小三的戏码在我身上出现，也不想被人指指点点，以为放不下，怪恶心的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看儿子的情绪也逐渐稳定，终于放下心来。儿子开始接触各种竞赛，我有些慌张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，找了很多人，经老同学介绍，给儿子找了补课老师。老师跟我说，第一次教这么聪明的学生，我很骄傲，不愧是我儿子。随着锻炼，我觉得身体开始变得轻盈，皮肤也开始变好了。这可能就是瑜伽的魅力。年轻时写的小说，我也终于找到了灵感。想想年轻时天马行空的思维，有些怀念。我的绘画水平一般，可能是没有天赋吧。陈浩宇要在首都参加冬令营，我干脆也收拾行李去了首都。我独自坐在酒店，突然觉得有些孤独。以后陈浩宇结婚了，我该何去何从？我马上摇摇头，我可不想变成恶婆婆。我得给自己定点目标，找些兴趣。我打开电脑，准备继续写小说，就看到编辑来了私信，说是想和我签约。我没有多想就同意了。现在我这般闲鱼的生活总让我多想，我得改变自己。来人看起来很年轻，穿着正装，戴着眼镜，显得温文尔雅。我礼貌握手，问好。来人看我一副陌生的样子，有些好笑地问，顾念，你不记得我了？我仔细看了一眼又一眼，还是没什么印象。
他笑了起来，比你高一届的学长汪泉。我才想起，这也太巧了。汪泉摇摇头说，不巧，我看到你的资料才来的，你这是搞副业？公司不管了？我点点头，最近觉得有些无聊，浩宇也长大了，就找些事情做。汪泉问，听说你俩离婚了？我轻嗯了一声。他看起来有些同情我，但还是安慰我，失去你是程汉的损失。你这次来首都是来玩？我有些傲娇，我儿子冬令营。汪泉伸出大拇指夸赞，又邀请我去他家玩。我婉言谢绝。第二天，汪泉又来电话了，只不过是一道女生，说是汪泉的老婆，以前见过面，我却没什么印象。总之就是邀请我去他家玩，我盛情难却，买了果篮去了。汪泉家是个独栋小洋楼，不是很大，却很温馨。客厅里挂着他们一家3口的照片。汪泉的老婆特别热情，做了10几道菜。我们刚坐下，又来了一个人，我惊讶，是创业初期给我们投资过的2代，后来我们2家公司也有过很多次合作。汪泉介绍，我大舅子高峰，我老婆高田是他亲妹妹，你们早就认识吧？我点点头，这世上的缘分还真是奇妙啊。这顿饭吃得宾主尽欢，我也久违地感受到了温暖。晚上高峰送我去酒店，他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吗？我笑了笑，好好养儿子吧。我又礼貌地回问，你儿子最近学习怎么样？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把车开到了路边停下后，苦笑，原来你还不知道啊。那孩子不是我的，我被骗了16年，现在我成了圈里的笑话。我愕然，想当初高峰和王清也是学校的金童玉女，怎么会这样？王清以前看高峰那眼神，是绝对爱惨了的。我有些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只能安慰道，这不是你的错，欺骗的人才该被嘲笑。你只是太信任自己的老婆了，你做得很好了，别把错担自己身上。高峰看起来还是很颓废，我有些理解他，离婚后只剩自己的失落感，孤独感就像被全世界抛弃。高峰问我，可以陪我喝一杯吗？我说我酒量不是太好，喝完就睡。高峰说，那就去你房间喝，我喝你看着，你要睡着了，我就自己走。我觉得有些不太好，但看他挺难受的样子就同意了，在我房间隔壁又开了个房，省得他醉了以后回不了家。我开了瓶红酒陪他喝，一开始他有些腼腆，随着酒精的摄入，话逐渐多了起来。高峰说，我最近觉得自己像个笑话，给别人养了16年的儿子，别人说我人中龙凤，都是狗屁。我跟王清因为错误在一起，我开始对他并没有爱情，可是在一起之后，我从来没有对不起过他。16年呀，养条狗都有感情了，我付出真心待他们，可是所谓的儿子早就知道自己亲爹是谁。王清嘴里说爱我，却跟那个奸夫骗了我16年，我就是个笑话。我有些同情他，我至少有个亲儿子。高峰掉眼泪，可笑的是，现在我有时候都不敢回家，在家里就感觉空荡荡的很难受。我真怕自己犯贱原谅王清，继续帮别人养儿子。我知道我这样不对，可是我觉得好孤独，感觉全世界都抛弃了我。我也忍不住掉眼泪，我也是这样的，家里只是少了一个人，我却感觉大了好多倍。有时候都感觉吹得我很冷。我有儿子，他是我最亲近的人，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好孤单。我咽下一大口酒，离婚后我一直积极向上，从来没有放纵过自己，今天就一醉方休吧。早晨醒来时，头痛欲裂。高峰正好拿着早餐进门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洗漱一下吃早饭吧。昨天对不起呀，我可能压抑太久了，就想找人倾诉一下。我有些好笑，我也对不起，我昨晚也借机把你当成垃圾桶了。高峰笑起来，先吃饭，吃完我们出去玩一圈，咱们就当做个噩梦。我们俩到了电玩城，看着清一色的小年轻，我有些害羞。高峰看了我一眼说，其实你看起来也很小，别觉得不好意思，没人看你的。一开始玩起来，我们就忘了年龄，管他呢，自己开心就好。我们又看了部喜剧电影，
晚上到夜市逛了逛，恍然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大学时期。送我到酒店，高峰说就在我隔壁住着，自己实在不想回家。明天带我去逛首都景点，我点点头，心里有些开心，有个人在身边，我觉得很暖，再也没有冷冰冰的感觉了。说不清是害怕孤单，还是互相取暖。几个月后，我和高峰在一起了。我以为我会守着儿子自己过一辈子，没想到程汉还没结婚，我就再婚了。我儿子对我说：“妈妈，我已经14岁了，等我上了大学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。高叔叔很好，对你很关心，我也不用担心你自己在家有什么事了。”我都快感动哭了。虽然我儿子性子冷面瘫，但他真是个小暖男。5月份，我和高峰在儿子和他家人的祝福下领证了，我们都是二婚。我不想高调，可高峰大办了酒席，说二婚怎么了？我想告诉全世界的人，你是我老婆。程汉是我们办婚礼当天才知道的，我没有给他喜帖，可能公司也没有人跟他说，就像当初所有人都瞒着程汉跟那个实习生的事儿一样。我敬酒时看到程汉还有些惊讶，我好像离婚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，应该有快1年了吧。程汉的脸色很难看，看我好像咬牙切齿的。高峰温柔地揽着我，越过程汉继续敬酒。程汉不识趣地走过来，阴阳怪气，都是老同学，结婚也不给我发喜帖，也太不够意思了。我今天才听说你们结婚，都没来得及准备贺礼。高峰冷笑一声：“程总客气了，贺礼就算了，反正等你结婚的时候，我们夫妻俩估计也没时间去，就不礼尚往来了吧。”失陪。程汉失落地站在原地，他后知后觉地发现他永远失去了顾念。为了一时的新鲜感，他背弃了婚姻。他以为他不爱顾念了，可是看到顾念和高峰站在一起，他的心很痛，他眼眶通红，却无力改变这一切。和高峰的婚姻，原以为是2个人的将就，可却出乎意料的和谐幸福。时不时的小惊喜，浪漫的约会，尤其高峰灿烂的笑容，总是特别治愈我。我觉得高峰很幸福，连带着我也被带动得很开心。结婚3个月时，我在39岁高龄居然怀孕了。高峰很高兴，但却有些担忧，毕竟年纪大了，风险也大。高峰家里很高兴，直接请了营养师照顾我。我怀孕的反应有些大，连带高峰也开始吐。我以为他有洁癖，没想到营养师说，有些爸爸太爱妈妈了，看妈妈受苦也会有和孕妇一样的反应。我听了特别感动，奇迹般的我好了。3个月以后去做超声波，说是双胎。高峰又开始焦躁了，我看了他的搜索页面，全是双胎的出生风险，高龄产妇对孕妇的影响。我看他晚上连觉都睡不好，一天比一天憔悴，就带他去医院咨询了医生。医生说我身体素质很好，用不着担心，又报了产前瑜伽班，看我灵活的动作，高峰终于放心了。半年后，我剖腹生了双胞胎儿子，程浩宇保送了大学，但还是回来了，还嫌弃地说怎么这么丑。高峰气得弹了他一下，我呵呵笑，浩宇你出生时比他们还丑呢。程浩宇撇撇嘴，一脸不信，看着2个小朋友满脸的欢喜。我放了心，我想浩宇应该也是喜欢弟弟的。我们结婚时没想过要孩子，所以婚房比较小。2个孩子出生后，我们搬到高峰家的老宅，因为有程汉父母的先例，我开始有些担心，但是后来完全放心了。高峰父母完全偏心我，多请了好几个帮佣，让我都长胖了好几斤。我年少时失去了父母，对于偏心我的高家父母总有些亲近感，有时高峰出差几天，我也再没有了孤独感。孩子们10个月断奶时，我又怀孕了，我有些崩溃，高峰也有些无措。我们是看到哺乳期是安全的，才没有做错事，没想到就中招了。高峰有些歉意地说：“对不起，老婆，可是这孩子不能要，你这刀口还没有1年，我怕有危险。”说完就掉眼泪，我感觉有些辣眼睛，40多岁的人了，真是受不了。我去医院咨询了一下，又检查了产后恢复情况，还是决定生下来。可能是离婚那1年产生了阴影，我总想要很多很多的家人。我想想都觉得好笑，
和程汉要浩宇时，我们是婚后3年才有的，期待了很久。和高峰结婚时，我们从没期待过孩子，却接连来了2次意外。新的一年，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，是我梦想中的小公主。我高兴得掉眼泪。程浩宇也回来了，看见妹妹眼睛发亮，抱起来后爱不释手，2个小萝卜头，喊哥哥他理都不理，满脸的嫌弃，是个妹控。高峰也比较喜爱小棉袄，我劝他说，儿子们要吃醋了，你以前不这样啊，不说儿子是你的宝贝吗？高峰有些嫌弃地说，那是没对比，你看我们家的小公主睡觉都像个小天使。高峰又有些得意地说，别人3年抱俩得意半天，我高峰3年抱3，我骄傲了吗？我礼貌微笑，忘了我生孩子时候你哭得稀里哗啦了。高峰不自在地说，那是我太担心了，我那时候孩子也不想要，你安全就行。高峰搂住我轻声说道，老婆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嫁给我，谢谢你让我这么幸福，我好爱你。我也搂住他的腰，我也谢谢你，老公，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家。2年后，我和高峰领着孩子们逛商场时，碰见了程汉领着一个女人逛母婴店。高峰凑我耳边告诉我，那个女人是赵家千金，去年刚离婚。以为程汉放弃婚姻选择的爱情有多矢志不渝呢？这才几年啊，就分了。看着赵家千金应该35、6岁，2个人逛母婴店应该是怀孕了吧。程汉看见我又凑过来了，我有些厌烦。程汉紧紧盯着我说，好久不见。我敷衍地说，高峰抱着小宝笑着问，程总这是好事将近？程汉脸色有些难看，只是在给亲戚家的小辈买点礼物。看到高峰抱着的小宝，他眼含期待地问，我能抱一下吗？高峰有些不悦，这时浩宇的声音传来，爸妈，你们怎么在这？浩宇看到小宝眼睛又亮了，来，哥哥抱小宝，立马伸出小手抱住哥哥。哥哥抱抱程汉说，好久没见了，一起吃个饭吧。我礼貌拒绝。程汉说要给小孩子包红包，又想起早就没有联系方式了，就说发给浩宇转交给我。我礼貌地说谢谢，这气氛尴尬的我想抠墙。高峰看不惯程汉油腻的眼神，直接问程汉，程总和赵小姐是准备联姻？赵小姐娇笑，是啊，昨天才定下来日子，定了儿童节，希望高总和高太太能够捧场。程汉听到高太太3个字，有短暂性的耳鸣。是啊，顾念现在是高太太，再也不是程太太了。明明是自己要离婚的，她是不是疯了？高峰笑着说，一定一定，提前祝2位幸福美满。先失陪了，我们还有事要忙。程浩宇看程汉失魂落魄的，有些不忍，但还是说，爸，我先走了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程汉看着高大的儿子，有些恍惚，无意识的点点头。程汉突然感觉有些累，就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肩上。旁边的赵家千金揽住他的胳膊，关心地问他有没有事。他摇摇头，他只是觉得人生很无趣而已。我松了口气，一抬头就看见高峰一脸笑意。我瞪他，笑什么笑？刚才太尴尬了。高峰说，我高兴啊，我一直都很嫉妒程汉，跟你在一起近20年，我怕你心里我没有他重要。我不高兴地说，那你跟王清不也一样？高峰马上解释说，不一样的，一个是责任，一个是爱情。我抬杠，小朋友才做选择，我既要责任又要爱情。高峰又灿烂地笑起来，宠溺地说，都给你。高峰番外，别人都说我温暖阳光，只有我自己知道我那里有多孤傲冷漠。爸爸妈妈给我起名高峰，可能是希望我攀上别人达不到的高峰，可我却觉得我像自己站在高峰上，冷眼看着人间的喜怒哀乐，孤独又享受。大学开学，我认识了程汉，一个自卑又有点野心的人，我没有太在意。当时我不知道他会成为我一生的情敌。我注意到顾念，是看到他自己一人坐在双杠上，吃着冰淇淋，看起来很高兴，双脚也在愉快地晃着。我那时不知道什么是一见钟情，
只是愣愣地看着他，看他马上要看到我时，我慌张地走了。我有些懊恼，也有些不明白自己在慌什么，只是我总会回想起晃来晃去的2只小脚丫。第2次见到他，他看起来很难过，坐在学校的花坛边，眼神有些空洞地望着天边。我觉得他现在的状态很像我的内心世界。我很擅长交际的，可是看见他，我居然失语了。我假装不在意地拿着书，坐在了离他不远的位置。我的心跳得飞快，我感觉到内心的荒芜被填满。他似乎跟我一起站在了高峰。我刚想要安慰他，陈汉过来了，他着急地喊：顾念，你怎么不接电话？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当时天色渐暗，陈汉没有看到我，我心里感觉很堵，我很想让陈汉离他远一点，却没有立场。我受不了这画面，转身跑了。我觉得我不正常了，为什么会总是想起那个女孩？后来听寝室里的男孩聊女孩子，追谁喜欢谁，我突然明白了自己的心意，我喜欢她。我想让陈汉牵线搭桥，可是陈汉最近很忙，早出晚归的。等我约到陈汉一起吃饭时，陈汉牵着顾念的手出现了。我当时失落的几乎想落泪，我告诉自己没有立场，摆出平常的交际手段，给顾念留了个好印象。陈汉也没有怀疑我。我跟自己说，他俩已经是男女朋友了，该放弃了。可是顾念还是稳稳地站在高峰上。我在反复的放弃又舍不得的情绪中无法自拔时，发现顾念和陈汉在拉投资。我不想帮陈汉，可是又舍不得顾念吃苦，而且这样就有机会经常见顾念了。我义无反顾地投资了。陈汉和顾念很开心，我也开心。我发现自己的底线越来越低，我想只要多看看顾念也是好的。我平时在外人面前表现得很开朗，可是在顾念面前时，我总会小心翼翼，或者不说话，只看到他我也满足。王清在追我，我拒绝了，但他还是没有放弃。我觉得很烦，但又想看顾念的反应，哪怕有一点点的不开心也好。我失望了，顾念很开心，我脱单，我没什么欲望解释了。陈汉有一天跟我说他和顾念领证了，家里老人不同意，但他不想让顾念失望。我万念俱灰，那时候是毕业季，我迟迟没有离开学校，就是为了多看顾念一眼啊。我跑到酒吧喝了很多酒，像发泄满身的愤怒，我觉得自己要疯了，我甚至觉得自己反社会，想毁灭这个世界。我醒来时，看王清睡在我床上，我内心毫无波澜，看他在我眼前演戏，我觉得恶心。我喝成那样，自己不送上床，我能动他吗？我那时没有经验，不知道和谐了吧。所以2个月后，她跟我说她怀孕了，我心里很震惊，居然一次就中，但我毫无办法。我和王清结婚了，我对他毫无感情，可却有责任。我经常偷偷去看顾念，看他越过越好，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，我也会很开心。回到家看到王清，我又会特别愧疚。我只好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工作上，有时2、3个月都不回家，以至于王清生了儿子1周后我才去看他。我有些愧疚，我的父母也说我要对王清好一点，我努力扮演好一个丈夫的角色，想对儿子也好一点，可我真的很难受。我多雇了几个帮佣，让助理有什么新款就给王清送，我也时不时回家看他儿子。孩子3个月后，王清暗示我可以同房了，我内心如遭雷击，我不想碰他，可是他给我生了孩子，我拒绝会伤他自尊心吧。我只好以不想伤害他身体为由拖延。半年后，我在酒里下了助兴的药才得以圆房。我觉得很痛苦，我甚至不懂为什么有些男人那么花心，我觉得这种事情很痛苦。我又开始忙工作，我总觉得我对不起王清和孩子，我内心深处对他们没有半分感情。王清说想跟我生2胎，我严厉地拒绝了。我说有1个就够了，再生1个你的身体受不住的，我心疼。说完又唾弃自己虚伪，明明是怕王清天天缠着自己。我觉得我可能是不行的，没有药物辅助，我根本不行。几次借助药物之后，我直接跟王清摊牌了，我不想勉强自己了，爱嘲笑就嘲笑吧，男人尊严什么的有那么重要吗？王清说愿意陪我看病，不会嫌弃我。
我说你想离婚也行，我会给你足够的赡养费。王清说愿意就这样守着我。我又愧疚了，也松了口气，那就这样吧。这之后，我和王清的关系也渐渐缓和。直到我38岁那年，我心血来潮想去接儿子放学，正好看到他跟一个陌生的中年男人在一起，关键是长得很像。我拧眉有些不好的猜测，但是又有些怀疑。我偷偷跟了过去，看到王清在餐厅门口朝他俩挥手，王清揽着男人的胳膊向餐厅走去，像极了一家三口。我找了侦探调查王清，又做了亲子鉴定，果然无亲子关系。我愤怒到了极点，王清骗了我16年，还有我那个便宜儿子居然早就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，真是算计的我好苦啊！是不是还做着侵吞我家产的梦呢？我收集好证据，把王清告上法庭，骗婚诈骗，诈骗金额16年有10亿了，我要让他牢底坐穿。我一世英名毁在他手里。看着空荡荡的房间，我如释负重，又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我觉得自己像个傻子，王清那么拙劣的谎言，居然骗了我16年。听到顾念离婚的消息，我真的很惊讶，程汉居然舍得。我记得他以前很爱顾念，护得跟眼珠子似的，我的心又蠢蠢欲动起来。正好高田来电话说顾念要去他家做客，我不敢置信地问：你说谁？高田又大声说一句：哎，大才女顾念啊！我说晚上我去你家吃晚饭就挂了，迅速的洗漱完，挑了几十套衣服，勉强穿了个顺眼的，就冲到了高田家。她还是那么漂亮，但又多了一些岁月的淡然，还是那么吸引我。我送她去酒店的时候，谈到了我离婚的内幕，又装可怜到她房间喝酒。看见顾念以后，我才发现我真的太想她了，我一刻也不想跟她分开了。我借着酒劲装可怜，也是想让她说说现在对程汉的看法，对他还有没有感情。幸好他的想法跟我一样，只是觉得失落孤独。顾念的酒量跟他说的一样，很差。他喝醉后只是安静的睡觉，我把他抱到床上，心脏跳得飞快，我好怕他被我的心跳吵醒。他睡得很熟，我小心地叫了几声，他都没有醒。我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，又集中到他的唇部，我很想亲亲他，又怕他生气，可是他睡着了呀。我在内心反反复复做了很多心理建设，还是抵不住诱惑，轻轻在他嘴上印了一下。我的心跳又开始加快了，我按住心口，我发现不够，我还想要，我又偷偷地亲了一口，又亲一口，最后我与他唇舌交缠，亲了很久，我的手也攀上他的身体。等我清醒过来，我发现我把顾念的衣服拉了下来，我赶紧给他重新穿好，暗骂自己变态，小心地看了一眼顾念，还好顾念没醒，不然他肯定要气死了。我暗暗给自己打气，我心想，这次我一定要和顾念在一起，谁也不能阻拦。经过我的不懈努力，顾念终于答应我了。我高兴地抱着他转圈圈，对着我垂涎已久的红唇印了上去。我对顾念总是有无限的欲望，原来不是我不行，是我以前生理性厌恶王清。想起以前，我觉得有些恶心，我的第一次给了那么恶心的女人。不能让顾念知道真相，我怕她看不起我，说我没脑子。我给了顾念梦中幻想过的婚礼，程汉那个老六居然来了，顾念不想理他，我终于放心了。顾念怀孕了，我心里很慌，我搜索了很多高龄产妇，心里越来越慌，我怕顾念离开我。可能是心理原因，看见顾念孕吐，我也开始了类似孕妇的反应。还好顾念撑过来了，去医院检查说是双胎，我又开始失眠了。幸好最后的结果是好的。我很爱2个孩子，虽然确实有点丑吧，但是是顾念给我生的。没想到2个小家伙越变越可爱，有时候吐着奶泡都要萌死我了。顾念又怀孕了，我想打死我自己，我不该有侥幸心理的。整个人又开始心绪不宁，我怕孩子会把顾念的刀口撑开，提心吊胆到孩子出生。我终于安心了，我马上就去做了结扎。我不想再冒险了。小宝出生后，我整颗心都软化了。我未有过不要他的想法，后怕不已，还好顾念坚持了。小宝成了全家的团宠，这丫头不知道像谁，
越大越调皮。明明家里的大人和3个哥哥都很稳重的，我一直爱顾念到他离开这个世界。孩子们围着他哭，我只觉得他们吵，让我的顾念安静一下。他不喜欢太吵的。顾念，我还没有爱够你呢，你怎么就先走了呢？希望下辈子我们能早点相爱，好不好？全文完。